当我们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牙齿松了，走上几步路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的时候，我们到底还能为自己的儿女做些什么？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，可是真正想下去，却让很多老人家心里发慌。有的人说，趁着手脚还能动，趁着脑子还清楚，多攒一点钱吧，给孩子留一间房子，留一笔存款，将来他们的日子就能过得宽松一些。也有人摇摇头说，人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帮上什么忙？只要自己少生一点病，不给孩子添麻烦，就已经是阿弥陀佛，就已经是在替他们积福了。这两种想法，我们是不是都很熟悉？一种是盼了老命想给，一种是缩着身子怕拖累，一个把自己的价值全压在钱上面，另一个把自己的存在看成一种亏欠。可是今天，如果我们愿意静下心来，把佛家的智慧放进这个问题里面，你会慢慢发现，答案其实跟我们想的都不太一样。佛家看事情向来看得很远，他不看眼前这一时的得失，他看的是因果，是福报，是一颗种子种下去之后，10年、20年，甚至3代、5代之后会长成什么样子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一个真正有远见的父母留给儿女的，从来就不是那些会花光、会败光、会被人算计走的东西。佛经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，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对弟子讲过，这个世间的钱财其实不真正属于你一个人，它是5家共有的。哪5家呢？第一是大火，一把火烧起来，什么都没了。第二是大水，一场水淹过来，全部冲走。第三是那些贪官污吏，看你有钱，变着法子从你手里夺走。第四是盗贼土匪，惦记着你的家产，随时准备抢。第5，也是最让人心痛的一家，就是那些不成器的子孙，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，他大手一挥，没几年就败得干干净净。你看，我们盼了半生想留给孩子的那些身外之物，原来从一开始就有5只手在旁边等着。那我们忙来忙去，究竟图的是什么？我们以为自己在给孩子铺路，会不会其实是在替那5家攒货？我们身边其实有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的父母一辈子勒紧裤带，把每一分钱都省下来，就为了给孩子多买一间房，多留一笔钱。结果呢，孩子拿了钱未必感激，甚至还嫌不够。更让人心酸的是，有些兄弟姊妹为了分那点家产，闹得反目成仇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老人家躺在病床上，看着自己的孩子为了钱争得面红耳赤，心都碎了，却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我掏心掏肺的给了一辈子，怎么换来的是这样的结局？问题就出在我们把最宝贵的力气都用错了地方。我们盼了命去给那些会贬值、会引来争夺的东西，却偏偏忽略了那些真正能让一个家兴旺、能让一个孩子有出息的看不见的根本。佛家的眼光就是要帮我们把这个看反了的方向重新调回来。所以佛家告诉我们，真正该帮儿女的忙不是这些，而是另外3样。这3样东西很奇妙，它不花你1分钱，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清贫人家，你都帮得上。而且你越是把这3个忙帮好了，你的儿女、你的孙子孙女，这个家往下走的路就会越走越宽，越走越亮，这才是真正的远见。说到远见这2个字，我们不妨静下来想一想，什么叫近，什么叫远？一个目光短浅的父母看到的往往只是孩子眼前这几年过得舒不舒服，手头宽不宽裕，于是他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替孩子解决眼前的问题上，缺钱就给钱，遇事就出面，恨不得替孩子把这一生的坎全都提前填平。可是一个真正有远见的父母看到的却是孩子的一生，甚至是这个家往后好几代人要走的路。他心里明白，眼前的顺未必就是长久的福，有时候你替孩子挡掉的那些风雨，恰恰是他这一生最需要亲自去经历的功课。近视的爱
总是想着要替孩子把眼前的每一颗石头都搬开。远见的爱却愿意让孩子自己学会走路，同时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替他默默地攒下一辈子都用得上的福气。这两种爱出发点一样的深，可是走到最后结出来的果却是天差地别。佛家的智慧要教我们的就是这一种看得更远的爱。那么到底是哪3个忙呢？我们一个一个慢慢说。第一个忙，说出来你可能会愣一下，它不是去帮孩子带小孩，也不是去帮孩子做家事，而是把你自己这副身体好好的照顾起来。你或许会想，照顾自己的身体，那是为我自己啊，怎么会是帮儿女的忙呢？可是你有没有静下来想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东西最能拖垮一个正在打盼的中年人？不是工作太累，不是房贷太重，而是家里有一位长期卧床，需要人日夜看顾的老人。我们来想象一个很平常的画面，一个40多岁的人，白天在公司里被工作追着跑，被主管盯着，被业绩压着，下了班，别人回家可以躺一躺，喘口气，他却要直奔医院。母亲住院了，要有人陪，要有人喂饭，要有人半夜起来看点滴。他一边守在病床边，一边还要用手机处理白天没做完的公事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蜡烛两头烧。到后来，往往是父母还没好起来，做儿女的自己先垮了下去。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是不是一点都不陌生？有多少中年人就是这样被夹在中间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前有工作，后有病榻，喘不过气。他们不是不孝顺，他们是真的分身乏术，是真的心力交瘁。说到这副身体，佛家有一句话讲得很重，叫做人身难得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在浩瀚无边的轮回当中，能够得到这一副人的身体是极其稀有、极其珍贵的一件事。佛经里打过一个很有名的比方，说在茫茫的大海里，有一只盲眼的老乌龟，它每隔100年才会浮出海面一次，而在那广阔的海面上，正好漂着一块中间有个孔的木头，随着风浪到处漂流。你想想看，那只乌龟100年才浮上来一次，它一浮上来，脑袋要刚刚好就钻进那块木头的孔里，这样的机会有多么渺茫。佛家说，我们能够生而为人，难得的程度就跟这只盲龟穿木一样。既然这副身体这么难得，我们又怎么舍得糟蹋它呢？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把它当成理所当然，熬夜去伤它，贪嘴去撑它，久坐去废它，好像它永远都不会坏。可是到了人生的下半场，我们才会慢慢懂得好好的保养这副父母给的身体，让它能多陪我们，也多陪家人走上几年平安的路。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修行，也是我们能为所爱的人守住的一份最实在的福气。所以佛家讲惜福，讲的不只是省吃俭用，不糟蹋东西，它更深的一层意思是，你这一副父母给你的身体，也是一份天大的福气，你要好好惜着它，护着它。年轻的时候不懂，总觉得身体是拿来挥霍的，熬夜、贪嘴、久坐不动。可是到了下半场，你就会明白，一个健健康康，能自己走路，能自己吃饭，能自己照顾自己的老人，本身就是这个家最大的一块定海神针。你想想看，当你身体硬朗的时候，儿女在外头打盼，心里是踏实的。他们知道家里有一位不需要他们操心的爸爸，一位还能自己去买菜，自己去公园走走的妈妈。这份踏实就是你送给他们最好的一份礼物。你什么都没做，你只是好好活着，好好保重，你就已经在替他们扛住了大半边天。我们身边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家，他70多岁了，一个人住，儿女都在外地打盼，可是他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起来，到公园去打打太极，动一动筋骨，回到家自己买菜，自己做饭，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他还学会了用手机跟孙子视讯，把自己种的花、养的猫
一样一样拍给远方的孩子看。他的儿女常说，我们最放心的就是这位妈妈，因为她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那么有精神，那么有滋味，反倒让在外头奔波的我们心里踏踏实实，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。你看这位老人家什么都没有替儿女多做，可是他把自己好好的顾住了，这就已经是他给儿女最大的一个忙。反过来，如果你不爱惜自己，把小病拖成大病，把能自理拖成不能自理，那么你留给儿女的就不只是牵挂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重担。这个重担会压在他们的时间上，压在他们的钱包上，更会压在他们的心上。我们民间有一句流传了很久的老话，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残忍，甚至有点刺耳？可是它道出的却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。它不是在说孩子不孝，而是在说，当一场病拖得太久太久，那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的看护，会一点一点地磨掉一个人的耐心，磨掉一整个家庭的元气。再深的亲情，再厚的孝心，在漫长的病榻面前都可能被消耗得千疮百孔。这不是谁的错，这是人性的极限。所以当我们用心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，尽量不让自己走到那个需要长期卧床的地步，我们其实是在替儿女，也在替我们和儿女之间那份珍贵的亲情留下一条退路。我们是在让孩子能够自始至终都用爱、用感恩来看待我们这个老人，而不是在无尽的疲惫和拉扯里，眼睁睁地把爱慢慢熬成了负担。这一份用心良苦，其实是很深很深的一种体贴。佛家看身体看得很透，他说这副臭皮囊是我们修行的道场。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守不住，都护不好，还谈什么替儿孙积福呢？所以把饭好好吃，把觉好好睡，把作息稳住，该检查的时候去检查，该吃药的时候乖乖吃药，天气好就出去晒晒太阳，走一走，动一动。这些听起来很琐碎，可是每一件都是你在替儿女减轻负担。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，晚年的每一天其实都可以是一场很安静的修行。早上按时起床，这是修规律；三餐吃得清淡而均衡，这是修节制；饭后出去散散步，晒晒太阳，这是修生气；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懂得自己调节，不钻牛角尖，这是修心境。这些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小事，一旦你把它们当成一种修行，日复一日地做下去，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慢慢地稳住，你的精神会慢慢地饱满，而你这份稳定就会像一块压舱石一样，让整个家都跟着安定下来。这就是一个老人最不动声色却也最了不起的一种付出。而且这里头还藏着一个很多老人家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喜欢用病痛来换取关注。身上明明只是一点小毛病，却要说得很重，一会儿喊这里痛，一会儿喊那里不舒服。其实心里真正想要的是孩子多打几个电话，多回来看几次。这种心情我们都能理解，人老了怕孤单，怕被冷落，可是佛家会劝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讨要亲情，其实是一种很消耗的做法。它消耗的不只是孩子的耐心，更是你自己晚年的那份从容和尊严。无常是佛家反复讲的一个道理，身体会老会坏，这是谁都躲不过的。我们不是要跟无常硬碰硬，不是要求自己永远不生病，永远不衰老，而是说在我们还能做主的范围里，尽力把自己这副身体照顾好，让它不要那么快地变成儿女的累赘。这就是第一个忙，一个看起来是为自己，其实是为儿女的忙。说完了身体，我们来说第二个忙。这第二个忙比第一个更难，因为它要你管住的是一个人这辈子最难管的两样东西，一张嘴，还有一双手。先说这张嘴，人老了以后很容易变得话多，这不完全是坏事，可是话一多，尺寸就容易失了分寸。哪些话最伤人呢？
我们一样一样来看。第一种是唠叨，同一件事翻来覆去的念，孩子已经听了800遍了，你还要再说，你以为是在提醒，是在关心，可是在孩子听来，那是一种没完没了的疲劳轰炸。第二种是比较，你们家的孩子考得好，你们家的孩子买了房，你们家的孩子多会赚钱，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。这种话一出口，就像一根针，直直地扎进孩子的自尊心里。第三种是翻旧账，孩子小时候做错的事，年轻时走过的弯路，你记得清清楚楚，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说。可是那些事早就过去了，你一遍遍地翻，只会让彼此的心越隔越远。第四种是抱怨，抱怨身体，抱怨儿女不孝，抱怨这个世界对你不公。负面的情绪是会传染的，你把它倒给孩子，孩子接了，一整天都不好过。这几种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我们不是要责怪任何一位长辈，因为说这些话的背后，往往是深深的爱，还有深深的不安。可是爱如果用错了方式，就会变成伤害。我们来想象一个过年围炉的场景，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了，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腾腾的年夜饭，这本来是多么温馨的画面。可是饭才吃到一半，长辈开口了，先是问老大，今年到底赚了多少？怎么还不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？接着转过头跟老二说，你看看你哥多有出息，你什么时候也让我这个当妈的省点心？再看看那个还没结婚的小女儿，唉声叹气地说，我这把年纪了，就盼着能抱个外孙，你到底急不急啊？一句接着一句，本来热热闹闹的一桌饭，慢慢的就安静了下来。孩子们低着头扒饭，谁也不敢接话。那顿年夜饭吃得比谁都累。其实那位长辈的心里未必真有什么恶意，他只是太关心了，关心到把每一个孩子的人生都揽到了自己的肩上。可是这份沉甸甸的关心，一旦变成了饭桌上的盘问和比较，就成了孩子最怕面对的一关。你知道吗？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怕听这些话，才变得越来越不想回家，越来越不敢接电话。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。我们盼了命想把孩子留在身边，用的方法却常常是在把他们一步一步的越推越远。这几年其实有不少研究都在悄悄印证这个古老的道理。有一份在2026年做的亲子情绪调查就发现，孩子最反感父母的排在前几名的，一个是翻他的手机，查他的私事，觉得不被信任；一个是被拿去跟别人比较，被否定；还有一个是觉得自己不被尊重。将近80%的孩子都对父母翻看自己的隐私感到反感，超过60%的孩子把不被尊重当成心里最难受的一件事。你看，孩子要的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点点的信任，一点点的空间，一点点的尊重而已。佛家对这张嘴看得非常重，它有一个词叫做口业，意思是我们从嘴里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是在造业，恶言恶语是在造恶业，柔软的话，鼓励的话是在造善业。一个人如果能管住自己的嘴，少说一句伤人的话，多说一句暖心的话，那他就是在替自己，也替这个家积攒看不见的福报。佛家为什么把说话这件事看得这么重呢？因为他太明白，一句话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一句刻薄的话，可能就像一根刺，深深地扎进孩子的心里，扎上几十年都拔不出来。而一句温暖的肯定，却可能像一束光，照亮孩子人生中最灰暗的那一段日子，让他一辈子都记在心上。同样是这一张嘴，同样是那么几个字，说出去可以是一把伤人的利刃，也可以是一阵暖人的春风。这中间天差地别的差别，全都在于我们动念的那一瞬间，愿不愿意为对方多想上那么一步。所以第二个忙的前半段，就是帮儿女守住这张嘴，不唠叨，不比较，不翻旧账，不抱怨，把那些会扎人的话在说出口之前，先在心里放一放。
这不是要你憋着，不是要你委屈自己，而是一种修养，一种替孩子着想的温柔。你少说一句，孩子就少痛一下，这一少一多之间，就是你在替他们积福。再来说这第二个忙的后半段，就是那双手，管住嘴难，放开手更难。什么叫放开手呢？就是孩子已经成家了，有了自己的小日子，那么他们家里的事，你就不要再伸手去管了。他们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怎么教养孙子孙女，怎么规划自己的钱财，那都是他们的课题，是他们夫妻要一起面对、一起学习的功课。我们这些做长辈的，总觉得自己吃过的盐比孩子吃过的饭还多，总想着把自己一辈子的经验一股脑地塞给他们，怕他们走弯路，怕他们吃亏。这份心天地可见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双手一伸进去，往往就打乱了小家庭原本的节奏。孙子该怎么带，你有你的一套，媳妇有媳妇的一套，两套碰在一起就容易起摩擦。钱该怎么花，你觉得该省，孩子觉得该花，一插手就容易起争执。我们就拿带孙子这件事来说吧，这大概是两代人之间最容易擦出火花的地方了。你看孙子穿得单薄，怕他着凉，赶紧给他多添一件衣服。媳妇却觉得小孩子活动量大，穿太多了，反而会捂出一身汗，容易生病。你看孙子一哭，心都揪起来了，恨不得马上抱起来哄。孩子的爸妈却说，现在的教养方式是要慢慢引导孩子学会自己安抚情绪。这些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可是一天到晚一件接着一件，那些细细碎碎的摩擦就在不知不觉中越积越多，越积越深。其实这里头真的没有谁对谁错，只不过是两代人成长的年代不一样，接收到的观念也不一样罢了。做长辈的，如果能够退一步，把教养孩子的主导权还给孩子的父母，只在他们真正需要搭把手的时候才伸出援手，那么很多本来没必要的争执自然就消弭于无形了。管住这双总是想要插手的手，说到底是在尊重你的孩子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作为一个母亲的那个身份，你尊重了他的这个身份，他才能真正的长成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。在孩子没有主动开口求你帮忙的时候，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手收回来。这不是冷漠，这是一种很高级的信任。你在告诉他，我相信你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有能力打理好自己的人生。这一点对我们这一辈的长辈来说其实特别难。为什么难呢？因为我们自己是被上一代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带大的。在我们从小的观念里，一家人就是要紧紧地绑在一起，长辈说了算，晚辈就得听，这才叫规矩，这才叫孝顺。可是时代真的已经变了，今天的年轻人从小被教导的是要独立，要有自己的主见，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。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什么都替他们拿主意的家长，而是一个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一点建议，在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又能够安安静静退到一旁的长辈。学会这种全新的相处方式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不容易的放下。可是对于整个家的和睦来说，这份放下却是一件天大的功德。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把这个道理浓缩成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每一个儿孙都带着他自己的福气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这一生会过成什么样，有他自己的因缘，有他自己的命数。你操碎了心，把自己活成一头任劳任怨的老牛老马，未必就能替他把路都铺平。有时候你越是大包大揽，反而越是剥夺了他自己成长的机会。这里头还有一个佛家很深的智慧，叫做放下，叫做随缘。放下不是放弃，不是不爱了，放下是把那颗想要掌控一切的心轻轻地松开。随缘也不是消极，不是什么都不管了，随缘是尊重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
都有他自己的缘分和节奏。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缘，你陪着，你祝福着，但你不去强行改写。有意思的是，很多长辈担心，我把手收回来了，跟孩子是不是就疏远了？事实恰恰相反。有一份社会调查发现，如今超过60%的年轻家庭最想要的一种相处方式是住得近，但不住在一起，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碗汤的距离。什么叫一碗汤的距离呢？就是我煮好一碗汤，端到你家，汤还是温的。这样的距离能互相照应，却又互不打扰。研究还发现，这样相处的2代人，吵架冷战的机会比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要低了一大截。绝大多数的家庭都觉得这样的关系更舒服、更长久。你看，这就是那个很奇妙的道理。你越是把手放开，给孩子留出空间，你们的关系反而越亲近。你越是抓得紧，管得多，孩子反而越想逃。少一分干涉，就多一分亲近。这一放一收之间，也是你在替这个家积一份和睦的福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或许也该温柔地问一问自己，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唠叨，那么放不下手？很多时候，那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种很深的恐惧，怕自己老了就没有用了，怕自己在这个家里变得越来越没有分量，怕有一天孩子的世界里再也不需要自己了。于是我们就想用不停的叮咛，不停的操心，来证明自己还有价值，还被人需要着。这一份心情说出来其实特别让人心疼。可是真正能够填补这份恐惧的，从来就不是紧紧抓着孩子不放，而是回过头来把自己这后半段的人生重新过得丰盈起来，去培养一个一直想学却总没空学的兴趣，去结交几个能够说说知心话的老朋友，去做一点自己真正喜欢也真正觉得有意义的事。当一个老人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，过得神采奕奕，他的内心就有了自己的重量，有了自己的支点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自然而然就不需要再靠着掌控孩子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了。他把手放开了，却反而活得更加自在，更加从容。这才是晚年最好的一种状态。所以第2个忙就是帮儿女管住自己的嘴，放开自己的手，守住嘴上的分寸，也守住手上的界限。这2样做好了，你跟儿女之间就有了一种亲近而不捆绑，来往而不越界的自在。这份自在比什么都珍贵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最后，也是分量最重的第3个忙。前面2个忙，一个管身体，一个管言行，都还是在我们看得见的层面，而这第3个忙要管的是最深、最看不见，却也影响最远的地方，那就是你的这颗心。第3个忙，说到底就是帮儿女守住自己的心，替这个家默默地积一份德，留一份好家风。而这正是佛家所说的最了不起的那份远见。我们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，当你老了，不管有钱没钱，你能为儿女做什么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还是钱。可是佛家会问你一句，你真的以为你能把福气直接塞进孩子的口袋里吗？这里就要说到一个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想通的道理。佛家讲，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带着自己的福报来的，这个福报就像一个看不见的存款簿，你这一生能享多少福，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个额度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做父母的从小就对孩子百般宠溺，要什么给什么，用钱把他一路扑到大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佛家会说，你花的是你的钱，可是损的却是孩子的福。你把他这一辈子的福报提前替他花掉了，透支了，等到他长大成人要自己出去闯荡的时候，他的福报存款簿可能早就见底了。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孩子小时候风风光光，要星星不给月亮，可是长大以后日子却过得越来越艰难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他的福被提前消耗掉了。
所以，一个真正有智慧的父母会明白，适当的让孩子吃点苦，让他自己去挣，去努力，去经历，其实是在替他培福，是在为他的下半生存福报。这份苦心比直接给钱要深远得多。那有的老人家就要问了，你说钱不能乱给，那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，到底该留给孩子什么呢？我们的古人早就给出了答案。古人有一句很硬的话，说得非常透彻。他说，如果子孙像我一样贤能，那我留钱给他做什么呢？一个有本事的人，钱财太多，反而会消磨他的志气。如果子孙不如我，那我留钱给他又做什么呢？一个没本事的人，钱财太多，只会增加他犯错闯祸的本钱。你细细品这句话，是不是觉得凉透了背脊，却又佩服得五体投地？留钱给子孙，钱守不住；留下满屋子的书给子孙，子孙未必肯读。那到底要留什么才留得住，才真正能福荫后代呢？答案就2个字：阴德。什么是阴德？就是你做了好事，却不张扬，不图回报，不求人知道的那一份善。佛家有一个很妙的比方，你行善积德，就好像是把钱存进了一家看不见的阴德银行。这家银行火烧不到，水淹不着，贪官抢不走，败家子也花不掉。你存进去的每一分善，都会化成一股福气，默默地庇荫着你的儿女子孙。这绝对不是空口说白话，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了太多这样的故事。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叫袁了凡的读书人，他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位很会算命的先生，把他这一生算得清清楚楚，哪一年考第几名，哪一年做什么官，甚至连他命中无子，会活到几岁都算定了。后来这些事果然一件一件都应验了。袁了凡从此心如死灰，觉得人的命都是天注定的，挣扎也没用，索性什么都不想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到了一位叫云谷的禅师，2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对坐了3天3夜，袁了凡一个杂念都不起。云谷禅师很惊讶，以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修行人。袁了凡却苦笑着说，我的命都被算定了，就算想东想西也是白想，所以干脆什么都不想。云谷禅师一听笑了，说，我还当你是个豪杰，原来你只是个被命数捆住的凡夫罢了。接着禅师讲出了一句足足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的话，他说，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一个平庸的人确实会被命数牢牢地拴住，可是一个大善之人，命数就拴不住他了，因为他天天在行善，天天在替自己的命增加新的可能。反过来，一个大恶之人，命数也拴不住他，因为他天天在造恶，天天在把自己的福往外漏。袁了凡听懂了，从那天起，他开始痛改前非，日行一善，把自己做过的每一件善事，每一件错事都认认真真地记下来，反省自己。结果呢，那位算命先生说他命中无子，他后来却有了儿子；说他活不过53岁，他却活到了70多岁；说他考不上更高的功名，他却一路考了上去。他用自己的一生亲手把那本早已写好的命书一页一页地改了过来。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成家训，传给自己的子孙，这就是那本流传到今天的了凡四训。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远见。袁了凡留给子孙的不是金山银山，而是一套改造命运的方法，一份行善积德的家风。还有一个故事也很动人。福建有一户林姓人家，家里有一位老母亲，一辈子心地善良，喜欢做好事。她常常做一种点心，免费送给过路的穷人吃，谁来讨她就给谁，从来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脸色。有一位老人家每天早上都来讨几个点心，他天天给，一连给了3年，始终如一。后来人们才知道，这位老人是来考验他的诚心的。而林家的后代就因为这位老母亲积下的深厚阴德，代代都出了读书做官的人才，兴旺了好几代。
我们再看那位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，他自己做了大官，发了俸禄，却舍不得多花在自己身上，反而拿出来买了田地，去接济同族里那些贫困的亲戚，办义学，养贫苦。他把自己的福报一分一分地散了出去，种进了无数人的心田里，而他的子孙后代也遵着他留下的家训，代代行善，家族的福泽绵延了很久很久。这些故事讲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。古人早就发现了一个规律，叫做富不过三代。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呢？因为如果一个家庭只知道攒钱，只知道享受，却不知道积德行善，那么祖上那点福气用着用着就用完了，家道自然就败落了。反过来，一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一个懂得行善积德的家庭，那份福气是源源不断的，是会传给后代的。所以佛家讲的第三个忙，落到我们每一个普通老人身上，其实一点都不悬，一点都不难。他就是说，在你人生的下半场，把你的这颗心好好的守住，守住一颗善心，一颗慈悲心，有能力的时候就去做一点好事，哪怕只是给环卫工人递一杯水，给流浪的小动物喂一口食，给需要帮助的人搭一把手。没有能力做大事，那就守住起心动念，少一点计较，少一点贪求，少一点怨恨，多一点宽容，多一点感恩，多一点慈悲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叹一口气，说我一个退休的老人家，手头也没剩几个钱，我拿什么去行善积德呢？其实啊，佛家早就把这个顾虑看得清清楚楚。佛家讲的积德行善，从来就不是在比谁捐的钱多，他比的是一颗心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他说，小小的一斗米，只要用对了心，就可以种下无边无际的福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哪怕你只是拿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东西，只要你付出的这颗心是纯粹的，是真心诚意，不图任何回报的，那么这一点点的善就能种下大的不可思议的福报。反过来，一个人就算捐出了万贯家财，可是他心里盘算的是要换取一个好名声，是要别人日后来报答他，那这一份善就打了很大的折扣。所以你看，行善积德这件事其实是最公平的了，他从来不看你有钱还是没钱，他只看你这一颗心够不够真，够不够善。一个清贫的老人，一句真诚的好话，一个温暖的举手之劳，一颗时时处处都为别人着想的心，日积月累下来，所累积的福报未必就比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少。这也正是佛家智慧最让人安心，也最让人动容的地方。其实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，能够积德的机会，就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。对每天来收垃圾的清洁队员说一声辛苦了，对巷口卖菜的小贩多一分体谅，不去斤斤计较。看到有人迷了路，停下脚步替他指一指方向。看到树上的鸟，路边的猫，心里多存一分怜惜，不去伤害它们。古人留下过两句很美的诗，说的是常常给老鼠留下一点饭，舍不得在夜里点灯，是怕那灯火烧到了扑火的飞蛾。你看，这是一颗多么柔软，多么慈悲的心啊！这些事一件一件单独拿出来看，好像都微不足道，小的不能再小。可是就是这些看不见的一点一滴，日积月累汇聚起来，就成了一个人身上那一股让人如沐春风的气度，也成了这一个家一代一代往下传的家风。孩子从小看着你这样待人，这样惜物，这样心存善念，你根本不用对他讲什么大道理，他自然而然就懂得了做一个人该有一颗什么样的心。这就是不言之教，也是最深最动人的一种传承。守住这颗心还有一层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不要用你的情绪去为难自己的孩子。
有些老人家心里总是充满了猜忌，总觉得孩子对自己不够好，于是变着法子去试探孩子的孝心。一会儿说自己老了没用了，一会儿说自己活着就是拖累。这种话说一次是撒娇，说多了就成了一种情感上的绑架。它会让孩子在愧疚和疲惫里一点一点地耗尽对你的亲情。真正守住心的长辈是放下猜忌的，是内心安稳的。他先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好，培养一点兴趣，交几个老朋友，让自己活得有滋有味，而不是把全部的重量都压在孩子身上。还有一种心是最能替一个家带来福气的，那就是一颗懂得知足和感恩的心。人老了，最怕的就是掉进怨的漩涡里，怨孩子回来的太少，怨老伴不够体贴，怨自己这一辈子过得不够如意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人越是抱怨，日子就越是不顺，人也越活越苦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而一个懂得知足的老人，就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了。他会为孩子打来的一通电话而欢喜，会为一顿简简单单的饭菜而满足，会为窗外洒进来的一片阳光而感恩。他的嘴里常常挂着的是谢谢，是很好，是够了。这样的老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团和气，而这一团和气就是这个家最好的风水，最深的福报。孩子在这样的长辈身边耳濡目染，学到的是一种面对人生的豁达，是一种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安住在当下的智慧。你想想，一个内心慈悲、安详、宽容，凡事想得开的老人，他往那里一坐，整个家的气场都是暖的。孩子回到这样的家是放松的，是充电的。而孙子孙女从小看着这样一位爷爷奶奶，耳濡目染，把善良、把宽厚、把感恩一点一点地学了去，这就是最好的身教，就是最好的家风。这里头还藏着一个很多人都没有留意到的因果的循环。我们有没有静下来想过，我们现在是怎么对待自己年迈的父母的？我们的孩子其实全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你今天对你的爸妈有耐心，肯照顾，肯陪伴，肯把好话留给他们听，你的孩子就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，一天一天学会了什么叫做孝顺。等到有一天你也老了，走不动了，他自然而然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。可是反过来，你今天要是对自己的父母不耐烦、嫌弃、冷落，把难听的话一句句往外扔，你的孩子也照样全都看在眼里。等到有一天你老了，他很可能就用你当年对待爷爷奶奶的那一套，原原本本地还回到你身上。这就是三代之间的轮回。孝顺这件事从来就不只是做给父母看的，它更是在替我们自己的晚年悄悄地种下一颗种子。佛陀曾经说过一句很重的话，他说，一个人就算堆起像高山那样高的财宝，去布施行善，所得到的福报也比不上真心诚意的孝顺供养自己的父母。所以佛家常常劝我们照顾家中的长辈要胜过照顾晚辈，因为你对长辈的每一分好，都是在为这个家的孝道家风亲手添上一块砖。你把这份家风立起来了，福音到的就不只是你的父母，更是将来的你自己，还有你一代又一代的子子孙孙。我们可以把一个家族想象成一棵大树，祖辈替后代积下的德，就是那深深扎进土里的树根；父母平日里行的善，就是那粗壮结实的树干；而子女这一生所能享的福报，就是挂在枝头上那一朵朵、一颗颗的花和果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根扎得越深，这棵树的叶子才能越茂盛，德积得越厚，这一家的福气才能越绵长。你光是盼命去摇那个树梢，想让它多结几颗果子是没有用的。真正该做的是回过头来，好好的替这棵大树往下扎根，往深处培土。家风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却是一个家庭最深的根。你留给孩子的房子会旧
会塌，你留给孩子的钱会花会没，可是你用一辈子的言行替这个家立下的那份家风，那份善良，那份德行，却会像春天的雨水一样悄无声息地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子孙。它会变成孩子做人做事的底气，变成他们面对这个世界时内心最深的那份定和暖。这才是父母能留给儿女最贵重也最长远的那一份礼物。其实一个父母能够留给儿女的东西是有很多层次的，最浅的一层是钱，是房子，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产。这一层我们前面说得很清楚了，他守不住，还容易招来争夺。深一点的一层是一个好的榜样，是一份能让孩子抬头挺胸的清白家声。你这一生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做人讲信用，做事有担当，这一份榜样会成为孩子一辈子做人做事的标杆。而最深的那一层，也是佛家最看重的一层，是引着这一整个家走向善良，走向慈悲，走向一颗安定祥和的心。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善良而安详的人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孙子就都在你的身边，一点一滴的学会了怎么与人为善，学会了怎么在这纷纷扰扰的世间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平静。这一份心灵上的富足，才是一个家庭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。钱财总会有花完的一天，可是一颗善良而安定的心却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让这个家族无论日后遇到什么样的风浪，都始终有一份定得住的力量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我们把这3个忙再回头理一理。第一个忙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，让自己不要那么快成为儿女的重担，这是给孩子的踏实。第二个忙是把自己的嘴管住，把自己的手放开，守住言行的分寸，给孩子留出成长的空间，这是给孩子的自在。第三个忙是把自己的心守好，积一份看不见的阴德，替这个家立一份好家风，这是给孩子最深远的福音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3个忙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1分钱都不用花。不管你是住在大房子里的有钱人，还是守着一间小屋的清贫老人，你都帮得上，你都做得到。这正是佛家智慧最慈悲也最公平的地方。他从来不看你口袋里有多少钱，他看的是你这颗心愿不愿意往那个更远更亮的方向走上一步。而且这3个忙看起来是3件不同的事，可是说到最深的地方，他们其实是同一件事，那就是把你自己好好的活成一个人，一个身体健康的人，一个言语温暖的人，一个内心善良而安详的人。你把自己活好了，你就是儿女最坚实的靠山，就是这个家最温暖的源头，就是子孙后代最深厚的一片福田。你根本不需要为他们燃烧掉自己，因为你完完整整的站在那里，这件事本身就是给他们最好的一种照亮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轻松？可是细想起来却又很深。佛家的智慧往往就是这样，看似平平淡淡的几句话，里头却藏着一个人一辈子都受用不尽的道理。我们这一生忙忙碌碌，操劳了大半辈子，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儿女，到了晚年，我们总还想着再为他们做点什么，这份心就是天底下最深的爱。可是真正的爱需要智慧来引路，有智慧的爱不是把自己燃烧殆尽，也不是拿钱去替孩子铺一条看似平坦的路，有智慧的爱是把自己活成一盏灯，一片福田。你健康，你豁达，你善良，你安详，你本身就是儿女最大的靠山，就是这个家最深的福气。佛家常说无常，是啊，人生无常，我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比我们以为的要短得多。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用一句话道尽了这里头的遗憾，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一棵树想要安安静静地站着，
可是风偏偏不肯停下来。做儿女的，等到终于有能力想要好好孝敬父母的时候，父母却常常已经等不到了。这句话说的是儿女的遗憾，可是反过来，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能陪着孩子，能替他们遮风挡雨的日子，其实一年比一年少。正因为短，正因为无常，我们才更要趁着现在活得明白。与其到了最后只留下一堆会被那5家瓜分的身外之物一屋子引人争夺的家产，不如趁着现在还来得及，趁着身体还硬朗，心还清明，把这副身体好好顾住，把这颗心慢慢放宽，把这份德一点一点的积厚。这3件事，一件都不需要花钱，可是每一件都是在为儿女的未来铺一条看不见却走得最远最稳的路。当有一天我们真的要走了，我们留给这个世界，留给我们深爱的儿女的，不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，不是一屋子引人争夺的家产，而是一个健康到最后的背影，一段和睦温暖的亲情，还有一份能够福音后代绵延不绝的好家风。这才是一位父母一生最深的远见，也是佛家留给我们每一个人最温柔的一份提醒。如果今天这一番话能让正在听的您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触动，那么不妨就从今天起试着慢慢的去做，不用急，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就从把今天的3餐好好吃完开始，就从把到了嘴边那句想要责备孩子的话轻轻咽下去开始，就从对身边的人多一个微笑，多一分善意开始。一天做一点点，一年做一点点，你会慢慢发现，不知不觉之间，你和儿女之间的那份情变得更暖了，而你自己的内心也变得更安定，更宽阔了。这就是佛家所说的，在最平常最琐碎的生活里，一点一滴的修行，一点一滴的替自己也替这个家种下一片开得出花的福田。愿我们都能做这样有远见的父母，也愿天下所有的儿女都能懂得父母那份藏在放手背后，藏在沉默背后，藏在一颗慈悲心背后的深深的爱。